自打归隐后，魏无羡就跟蓝忘机睡一间房了。他们带着温宁和小苹果3人一驴，寻了一处风景秀丽、环境清幽的福地，建了一个小院。起初在规划的时候，魏无羡是提过建3个屋子的，可蓝忘机说银两不够，多建了一间房的结果就是少做一张床。蓝家虽是望族家素殷厚，但一向上俭不好奢靡。魏无羡一想也是，现在不比从前，要过日子就得省吃俭用。最后俩人一合计，还是睡一块算了，没床的那屋就用来放置杂物。归隐前，两人在一张床上睡过3个月，所以不存在睡得习不习惯的问题。而且魏无羡觉得跟蓝忘机一起睡还挺舒服的。莫玄羽身子骨在莫家庄禁闭的这些年被糟践的比较虚，一到秋冬就手脚冰凉，冒虚汗。蓝忘机因为有金丹，外加勤于锻炼，身体温度可以随季节微微调整。魏无羡感觉他夏天就是个凉枕，冬天就是个暖炉，睡觉时就喜欢往他身边蹭，厚脸皮的把脚贴在人脚上。一般人是非常讨厌别人拿冷冰冰的手脚碰自己的，更何况蓝忘机本就不喜欢与旁人触碰。可蓝忘机对他格外大方，二话不说随便他蹭，甚至有时候被魏无羡传染的脚冷了，自己捂热再去给魏无羡贴。魏无羡对此表示十分感动，提议两人不如直接睡一个被窝好了，这样暖脚的时候也不会漏风。魏无羡记得当时蓝忘机表情凝固了下，但很快就恢复成认真做饭的模样，淡淡的嗯了一声。哦，对了，蓝忘机是会做饭的。知道这件事的时候，魏无羡特别震惊，可转念一想，这可是蓝忘机，他有什么东西不会呢？便心安理得地接受了这个新发现，并为蓝忘机购置了一套厨具。唯一让魏无羡没想到的是，蓝忘机特别擅长做湘菜川菜，若不是蓝忘机说自己什么都会做一点，他都要怀疑蓝忘机是不是暗恋他了。啊，除了做饭，他们还在院子里种了些土豆和小白菜，养了几只小鸡和鸭子，用作粮食储备。村里养的牲畜只有过年娶亲的时候才杀，平时都吃五谷杂粮，想吃肉就得去镇上买。只是现在肉越来越贵了，每次魏无羡看着屠户提着秤精打细算的模样，就钱包疼。魏无羡是很有责任心的，他觉得既然蓝忘机跟了他，就不能过苦日子，他要把人养得白白胖胖的。他以前在乱葬岗上种了几年萝卜，自认为对农活还有点经验，遂承包了种菜的义务。那些小鸡和鸭子不知怎的，不大愿意靠近他，所以饲养他们的任务便由蓝忘机和温宁承担了。村子里事比较少，最重要的就是解决1日3餐。这不又到晌午了，魏无羡就见蓝忘机去了厨房，不过人进去转了一圈后又走了出来。魏无羡问他怎么了，蓝忘机道：厨房没肉了。蓝忘机吃饭不怎么挑，但他这人向来是无肉不欢的，他们平时做饭也总以他的喜好为主，没肉了就代表今天中午只能吃早上剩下的馒头白菜。魏无羡突然想起他在山上留的几个陷阱，就到自己去看看有没有山鸡野兔掉进去。方要出门，他又想起什么，转身笑嘻嘻地问蓝湛，能不能再做点那个小炸鱼？他们住的地方附近有条小河，蓝忘机上次笼了些小银鱼回来，用油煎了给他当零嘴。魏无羡很喜欢吃那个，不消片刻就能吃小半碗。蓝忘机点点头，把鱼竿和鱼篓接了过来。魏无羡满意的上山去了。蓝忘机现在对他的要求都很少拒绝，除非特别过分的。比如上次他想让蓝忘机利用美色去问隔壁村的刘家闺女要点萝卜子，那姑娘喜欢蓝忘机，每次路过他们这儿都往院子里瞅，巴不得哪天出现个夜深路重朴实小伙护送姑娘回家的戏文情节。所以蓝忘机去要的话，这事就十拿九稳了。蓝忘机意味不明的看了他一眼，然后一天都没跟他说话。魏无羡以为他是害羞呢，结果有一次他在家门口撞见刘姑娘来找蓝忘机，无意中听到蓝忘机对那姑娘说：好意心领了，已有家室，实在无意旁人。待刘姑娘走后，魏无羡把胳膊搭在蓝忘机肩上，笑道：行啊，蓝二公子，这才多久，竟然也学会撒谎了。蓝忘机默默将他的胳膊拿下来，转身去喂小鸡了。今天运气还算好，魏无羡在其中一个陷阱里发现一只肥嫩的野鸡，麻溜的把鸡捆了，插在竹竿上，背着往家走。一路上他都在想，这鸡该怎么吃？这么肥，可以分成2顿，一半清蒸，一半红烧，或者全都切成块，
跟昨天刚挖出来的小土豆一起炖。有蓝忘机在，他不愁做的不好吃。村头的大榕树下坐着4、5个女人，似乎是正在一起绣鞋底。他们家就盖在村头靠山的地方，那棵大榕树就是他回家的路标。因为没有围墙，魏无羡一眼就看到蓝忘机正在院子里浇水。近些年世道太平，加上魏无羡和蓝忘机在附近设了好几个赤灵阵，他们村子不愁走势侵袭，因此村里的老少妇孺都敢独自外出，没事的时候就聚成一堆儿，讨论家长里短。村里未婚的青年男子本就少，像他们这样样貌出众、身带佩剑的更是难得一见，所以每次见到他们，总免不了一番窃窃私语。门口站的是姓蓝那个吗？是，长得最俊那个。长得最俊的不是姓魏那个，那鼻子眼才叫好看哩。对，那个魏小兄弟上次帮我修屋顶，我见着了，长得真是俊。别看现在村里人对他们敢随意评价，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对他们几个特别警惕，见他们带着剑，还以为是什么杀人逃犯，人人避而远之。得亏魏无羡仗着一副好皮相，嘴又甜，跟谁都能聊上几句，很快笼络了一众村妇的芳心。再加上蓝忘机和温宁人勤快，心又热，现在村里人对他们已经很少冷脸相对了。姓魏那个是不是又上山抓野物去了？真能耐，我家mấy口子每次去啥都逮不着。可不是，听说他们兄弟几个原来是修仙的，还参加过乱葬岗围剿呢，这是天下太平了，才来村子里归隐了。那他们都多大了呀？我听说修仙的能活200多岁呢。哪有那么夸张？我看他们那模样，顶多20出头。你说他们这正是年轻气盛的，怎么都没有女人呢？一片沉默。蓝忘机已经给菜浇过水了，正掀起衣服下摆准备劈柴。明明是最简单粗暴的活儿，偏偏他做起来就是从容好看。村子里的女人大多早早的就嫁人了，看男人的眼光非常毒辣，说的话也粗白的叫人脸红。你瞧他那腰，他那腿，他那手，啧，这种人我最清楚了，表面上清高冷傲的，一到床上可凶了。一个年轻点的姑娘推搡了一下，你这说的什么下流话，要给小郎君听到还不得吓得连夜逃走。一阵哄笑。不远处魏无羡尴尬的挠挠头，心道幸好听见的是他，要是给蓝湛听到了，还不得羞死。蓝忘机砍柴很快，见时间差不多了，就站在家门口的桂花树下，看着村头的方向等。这是他们归隐此地后蓝忘机养成的习惯。每魏无羡出门或上山时间久了，他就会在家门口等他回来。他没有对谁说过，但他知道自己其实很害怕与魏无羡长时间的分离。他空等寻觅太久了，久到当魏无羡真的和他归隐山林，爱而不得的那抹红色就躺在自己身边时，他还是会觉得不真实，缺乏安全感。他看到魏无羡路过大榕树时，和那群姑娘聊了几句，不过他很快就摆了摆手，朝这边走来。蓝忘机发现他脸有点红，可能是爬山太累，他不很确定。魏无羡告别他们，抬头看到蓝忘机在等他，不由得加快了步伐。他突然想起方才那些女人开玩笑的话，目光在蓝忘机身上快速扫视了一下。蓝湛的确是长得好看，胸膛宽阔，腰身窄瘦，肌肉匀实，还有那双大长腿，这要是在床上一定极具压迫感，任何一个躺在这身躯下的肉体都会因此热血沸腾，更别说蓝湛那好到可怕的体力，若是他想在床上疼爱什么人，那一定是蚀骨销魂，欲仙。不知不觉间，他已经走到了离蓝忘机足够近的距离，这才后知后觉地想起，笑想自己兄弟在床上的画面似乎不太礼貌，遂不自然地移开了目光。蓝忘机察觉到他的异样，用眼神询问：“怎么了？”魏无羡有点心虚道：“蓝湛，我刚刚见村子里的女人聊天来着，你知道他们说你什么吗？”蓝忘机摇摇头，眼睛直直地看着他。魏无羡喉结滚动了一下，莫名觉得脸有点烫。他们说你凶，似乎是找到了让自己不那么尴尬的办法，话语间充斥着没来由的底气。你以后可不能再那么凶了。蓝忘机自小在外夜猎，降妖伏魔，天南地北都流传着他的美名。为了避免被人寻来，打扰他们的归隐生活，魏无羡在村子里一概声称他们仨是四海为家的散修，他大名魏华，阿宁是他的远方表弟，俩人没父没母，
小小年纪就出来养家，所以什么都会一点。蓝忘机本名蓝庄，原来是个少爷，后来家道中落了，就改修道了。小时候上过几年私塾，所以看起来有点文绉绉的。蓝忘机曾问他名字何意。如果你喜欢我分享的小说，请点击订阅频道，欢迎在视频下留言，你们的观看是我剪辑影片的动力，感谢您。